师兄他们种的菜、烤的肉都很好吃。你的手好暖和啊。醉了？没有，喝的不多。你为什么总是看我一会儿就笑啊？以前也这样吗？有吗？有啊。那就是有吧。你也是。虽然很多习惯看似变了，可我依旧觉得你还是原来那个你。我还以为这18年的魔域经历，已经让我彻头彻尾的换了个人。只要神魂未灭，不对，即使神魂重生，我也有信心认出你。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副自信的样子，我也有信心能一眼认出你。或许你能感受到，就算是你在疏远我、憎恶我的时候，也会下意识地亲近我、依赖我。因为你的灵符里还开着属于我的花。我们已经，过了吗？什么？你明白的。我不明白。你进入过我的灵府吗？经常。怎么回事？脑子里竟然有画面了。不行，不能乱想。他好像能听到我的心声。可是我以前的记忆一点都没了。其实你有的是办法帮我恢复记忆，对吗？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那样不是能更快地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的确，但是你有你的步伐。如果我一直想不起来呢？无妨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可以重新开始。冷静。
在看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紧张？这2枚小圈有问题吗？没什么。看来，这东西是送给我的，对吗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因为我戴着正合适。你挺不对号入座的。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我知道，你以前会喜欢我，现在也会。你会依赖我，相信我，愿意一直陪伴着你。因为你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先说好了啊，这不是婚戒，只是情侣戒指。情侣？那我现在算是你的朋友了吗？你别急啊，你先让我适应一下。莫非你现在还不相信我？我信，我这灵符里铁证如山的，想不信我不是廖廷艳都不行。多少灵魂的录音谎言，负一枚灵火相见。你当然是廖廷艳。但我现在开始怀疑，廖廷艳不是你。从我见到你开始，你就一直是这个样子。不管你想什么留子，我都不会错认。我不会认错，是因为我聪明。如果你搞错了，那就没什么奇怪的。你再这样说，我不当廖廷艳了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
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萧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萧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！不要！真是神魂内核。如果真的要死，这就会将你魂飞烟灭。我，停下！快停下！我要怎么拦住？司马萧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只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
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呀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言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，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你醒了？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
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治灵药。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怕什么？师祖饶命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饶。怎么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看来你这次受伤还真挺严重的，连真言之势都失灵了。你方才说不喜欢，难道你很喜欢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没了真言之事，我现在仿佛也能辨别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，司马萧真的喜欢我。金谷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这人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诗仙侣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诗千侣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，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，神魂与肉身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，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公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，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
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。对你何需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诗千缕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诗千缕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诗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诗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诗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诗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诗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死？